朋友们，今天是一期超长的购物分享，其中包含了一些我近期买的相机、化妆品、首饰、服饰等等等等，包含的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感兴趣的宝宝们一定要看下去哦。首先是我购买的相机，首先是我在一个设备分享视频的结尾里面有提到过的佳能的这个鱼眼相机，因为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了，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感受啊。这个相机它的表现是我非常喜欢的，然后它也非常有韩综的那种效果，画面质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有2个缺点需要大家购买的时候去考虑一下。一个是它的防抖能力不是非常的好，比如说你手持这个相机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的时候，它的画面还是非常抖的。然后第2个缺点的话，就是它的白平衡反应会稍微比较慢。比如说你从一个暖环境进入到一个冷环境，它的白平衡进入冷环境的时候，它就会整个画面变得非常的蓝，然后它会需要过一小段时间之后，它的画面才会自动调整成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比较舒适的一个画面。有个解决方案就是你可以开机之后过一段时间再开始拍摄。总体来说，我对这个相机是非常喜欢的，之后的 vlog 你们应该会经常用到它。第2个相机呢，是我近期又购入了一个 DV， 因为最近我有在看 YouTube 上面的各个 vlog 博主他们拍摄的视频，然后对他们用索尼 A-X 系列拍出来的画面，我觉得非常喜欢，就是那种画质非常清晰，但是又带有一些复古电影感的效果。不过我看那些博主他们用的型号都是 A-X43A，这个型号在国内好像没有怎么看到有在售卖的，然后有在售卖的话就是比较多的是 A-X45 或者是 A-X45A。我有看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博主，他们有在用这2个型号的相机去拍摄 vlog， 画面效果也是和国外的43A 他们的效果其实差不多，但是 A-X45 这个型号的相机对于我来说属实有些价格有些贵了。然后我就看到有这个 A-X 系列的平替，就是 A-X30， 就是这个相机 A-X30， 因为它也是 A-X 系列嘛，索尼的同一个系列的相机的画面质感一般都不会相差太大，所以我就购入了这个 A-X30。但是我最近还没有太多机会能够用到它，所以后续我会再多使用这个相机，用到我们的 vlog 里面，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后续的 vlog 里面看这个相机出来的画质是否是你喜欢的。这个相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它很重。接着就是我近期又购入了一个 CCD， 这个 CCD 的型号是卡西欧 EX-Z110， 是因为看有一个小红书笔记里面它拍出来的是一种低饱和的效果，最近还挺喜欢这种效果的，所以我就购入了。但是好像拍出来的也不是说非常的低饱和，我自己用它拍出来的画面，我感觉它的饱和度还是挺高的。然后我也用这个相机拍了一组照片，就是叫外婆家拍的照片，也发了笔记，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这个笔记里面它的这个效果。它这个效果其实整体来说我还是挺喜欢的，然后整体的这个色调我是没有做调整的，只是 P 了一些人像，然后用白牙去做了这个皮肤的美白。以上就是我最近购入的3个相机，再就是一些电子设备的工具。首先是这个一台它应该叫什么？手机后置拍摄的显示屏，在这里可以打开它，然后你就可以用蓝牙或者是用苹果手机的镜像就可以连接手机。为什么我要买它呢？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嘛，相机它的后置摄像头的清晰度肯定是比前置摄像头清晰度要更高。如果你自己去拍照的话，用后置摄像头你是看不到你自己在镜头里面的状态的嘛。但是这个显示屏呢，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我让我妈妈她给我拍照，可能她不知道怎么样拍出来的效果是好的，我就可以一边拿着这个显示屏一边去指导。如果说你想要用手机后置的话去连接它拍视频，它可能会有一些卡顿，特别是如果你要拍的是 4K 60帧的，它就卡着不动了，所以它可能还是对于拍照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这就是近期我又购买了一个这种比较迷你的支架。如果说我想要在一个餐厅里面，我想要放在桌子上自拍，那这个的话它占地就不会很大，然后也不会太明显，它又比较轻巧比较便携。它这个自拍杆也可以给它拉长到这么高，所以的话如果你想架在桌子上面或者是某个平台上面去拍照或者是拍视频，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吧。然后用它来手持拍摄，我觉得也比较方便。还有一个自拍杆呢，就是这个挂脖式的，
用它就可以拍出来一个第一人称的视角，可以让我们的 vlog 更有一些新奇的感觉。然后我特地买的是它可以使用在相机的，它这里是有一个螺口，是可以适配大部分的相机的。然后你可以给它加上一个手机夹，也可以夹住手机。然后我的电子设备的话就主要是这些。然后接下来就是服饰，首先是要推荐我身上穿的这一件。然后这件呢，它是属于有一点偏雪纺的这个材质，然后它的价格也不是很高，算是一个非常平价的衣服，所以它的质量不能说保证非常好。我买的时候呢，它的还是有些线头的，但是都是在我能够忍受的范围内的。整体它这个造型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不过它这个衣服啊，本身它是非常透的，就需要你在里面穿一个这种黑色的背心。接下来就是我的这条裤子，这个裤子呢，它是一个7分裤。但是我感觉它这个长度穿在我的腿上就有点是那种8分裤了。它是那种什么四面弹的布料，就是非常的有弹性。我真的是臀腿非常粗的，但是它这个穿起来的话就很修饰我的身材。为什么会要买这个7分裤呢？其实近期这个7分裤的流行趋势还是挺强烈的。然后我觉得其实前2年的7分裤流行趋势都比较属于偏宽松，也许前2年也有在流行这种修身的吧。但是我最近感觉到这种修身的7分裤是越来越流行了，然后我也成功被这个时尚趋势给带入，所以非常想买一条这种7分裤。但是我真的在买到这个7分裤之前，我已经退货了好几条了，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要么就是太小，要么就是太宽松，要么就是版型非常的不好。但是这条裤子我还真的挺推荐大家的，不过它有一个缺点，我感觉这个布料它会有一点粘毛。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鞋子，因为芭蕾鞋我觉得近期又是属于一个比较火的趋势吧，也许它早就火了，但是我现在比较迟钝，然后才买它。这个跟好像是差不多3厘米还是4厘米左右。这个鞋子的穿着的整体的脚感是非常的舒服的，它的皮质是属于那种偏软一点点的，而且它整个鞋型也非常的好看。因为这个鞋子我买的是黑色，所以它的可搭配性还是挺高的。再就是我最近又买了一个墨镜，其实这个墨镜跟我之前的一个墨镜它还是很像的，这个是之前的墨镜，这个是新买的墨镜。大家有发现什么区别吗？它这个墨镜的形状是偏椭圆的，而我原来的这个墨镜呢，它是属于偏猫眼的。然后我发现我的脸型还是不太适合猫眼形状的眼镜，因为我的颧骨比较高，所以我就比较适合用椭圆形的眼镜去修饰我的颧骨。这就是这种椭圆形的这种镜框带着的效果。这个是之前的这个眼镜，它这里就会有明显的这种上挑。然后就是我买的这种小黑包，给它背在胸前，它就是一个胸包。这个大小我觉得它放我的相机其实是正好合适的。如果想要突然看见了一个想要拍摄的场景，我就直接从这个里面拿出我的相机，咔咔咔的就这么拍就可以了。而且我觉得这种胸包上面背起来还挺帅气的。它这个是可以给它在中间有拉链，给它拆成双肩包的。这个拉链就可以拉开，它就变成了一个双肩包。接下来是首饰部分，近期也是买了比较多的一些首饰。首先是戒指，我已经戴在手上了。最近都是比较喜欢这种纯银色的这种素戒，然后还有这种戴在手指上半部分的这种戒指，然后还有这边的一套，觉得非常好看，都是那种纯银的，然后它这种还会有一些造型。它们其实不算一套，但是我觉得这么搭还挺好看的。再就是手链，这个手链呢也是近期才买的。这种手链它是这种一节一节的，然后还有一个蓝色的小爱心，它整体的话就是属于一种简洁，但是又不失造型，远看非常的有 sense。这个它是属于一套，然后属于一种稍微粗一点，有一点民族风感觉的手链。但是我觉得它更偏向于一种 Y2K 的风格吧。这两边的这个手链就是虽然它们完全不同的造型，但我觉得还是搭配起来挺好看的。还有一个饰品呢，就是这条项链，这条项链真的好好看啊，它是这种偏粉色的珠串，然后它这个珠子呢大小又不规则，就是要这种不规则的效果才能有一种仿天然的感觉。然后它这里有一个猫猫的爱心，非常的有宫廷复古的感觉。我觉得它这个项链就非常适合搭一些本身它是非常素的衣服，我觉得首饰对于整体的造型还是会非常的容易加分。接下来是化妆品的部分，首先买了一个这种修容盘，它主要是有修容，还有一个非常浅色的腮红，一个高光，但是是哑光高光，还有一个香槟色的有亮片的高光。这个阴影部分的话，主要用来修鼻影，还有给眼影颜色的一个加深。这个哑光高光是主要用在面中这块，以及眼头还有鼻头的这些颜色的提亮。这个亮片的部分，眼头就需要用这个颜色去给它做一个提亮，效果会非常好看。不过这个腮红的
的色块我倒是用的比较少，主要没有想到可以用在哪些部分。下次可以给它尝试用在面中吧，因为它的颜色属于比较浅，没法给它做到这种修容的腮红的效果。再就是这一盘的遮瑕，因为我用遮瑕主要会去遮我的黑眼圈，之前用的那种三文鱼色的遮瑕，快要用完了，所以就买了这一盘。它主要有3种颜色，一个三文鱼色，还有一个提亮，是属于提亮吗？我也不知道它们3个颜色叫什么名字，但是它这个3个颜色你可以去根据你皮肤的状态去给它进行调色。我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三文鱼色去遮我的黑眼圈，然后上面这个稍微白一点的颜色去遮我的泪沟，左边的这一个颜色倒是用的比较少。我觉得这一盘的话，它的滋润度是很好的，这个遮瑕它在我的眼下去遮黑眼圈还有泪沟，它是很服帖的。然后我也是近期买了一个新的美瞳，这个美瞳的颜色是氧气灰，我之前买了他们家同款的半年抛，但是我只用了1次之后再去用它，就眼睛非常的干，感觉它这个隐形眼镜就一直在吸我眼睛的水一样，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后来我就把这个半年抛给扔了，但是我确实挺喜欢它的这个佩戴的感觉的。然后它其实戴第1次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异物感的，所以我在想它的日抛可能会效果好一点，所以我就买了他们家的日抛，戴起来我觉得确实舒适感还是挺好的。然后也可以大家看一下戴完之后这个眼睛和没戴眼镜的这个效果，它是有一个锁边的，然后我买它是小直径，其实我感觉我这个眼睛还是买一个大直径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等用完这一批，后面我再考虑去购入一下大直径的。然后就是我之前有专门出过一个视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电热睫毛夹，这个电热睫毛夹真的超推荐，因为它加热非常的快，再就是它不会烫你的眼皮，它也很容易能够把你的睫毛夹得很翘。接着是这个唇膏，这个唇膏其实我买过擦其他的2个颜色，这个颜色是我近期新买的，是503号色，然后它这个颜色的话是属于稍微偏紫红一些，我现在嘴上其实就是这个颜色，可以再叠一层，它就非常的容易提气色。然后这个颜色呢，它就是属于光泽度也很好，然后颜色也是非常的温柔，我还挺喜欢用他们家唇釉的。虽然他们家唇釉其实还挺容易脱色的，就是很容易沾杯，然后没用多久嘴巴上面就没有颜色了，但是我用下来它是比较容易上色，再就是颜色也非常的好看，光泽度也非常好的，所以就是最近一直都在用他们家的。然后我还买了这种野生美的笔刷，但是我感觉它的效果不是很好，因为它不够定型。我的眉毛都已经属于算比较浓比较长的，但是它定型的效果不好，得要用手去压一下。这就是最近修容的话，我有换这种修容笔，我觉得深色这块它的颜色不够深，再就是因为它的笔头是比较粗的，我要去涂我的鼻影的话，这个范围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再就是你需要用削笔刀去削它，但是那个削笔刀每次都会削到前面这个黑色的本来的这个笔芯嘛，就会导致那个削笔刀很脏。然后你如果想要再去用那个削笔刀削白色，肯定就会染色。但是这个白色我也不推荐它，因为我之前用白色去提亮我的鼻头，非常的卡粉。总体而言，这个修容笔我非常不推荐。我自己平时的唇部护理都是用的凡士林，然后之前都是用的这种大罐的原味的，没有任何味道的凡士林。然后我近期因为之前的凡士林快要用完了嘛，最近又去买新的，但是买新的时候呢，在购物链接里面有看到它有其实各种各样味道的，这个是巧克力味的，还有这种玫瑰味的，这种是葡萄味的。我用的最多的是这个葡萄味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葡萄味的果香真的非常好闻，然后它涂在嘴巴上就会有一种清凉的感觉。但是这个可可味的我感觉闻着有一点塑料味，这个玫瑰精油我感觉也和这个可可味的调性一样，也是那种玫瑰里面加了一点塑料的感觉。然后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框，这个框它只要10几块钱，但是它这个容量真的很大。然后我现在里面装的都是我的咖啡。为什么会很推荐它呢？就是我觉得它的外貌真的好好看，真的有那种法式乡村的感觉。如果平时你们有出去野炊的习惯的话，就是可以用它来装食物，你去拍照真的会非常有 feel， 把它放在家里面做一个收纳也非常的好看，关键是它的真的价格非常的便宜。再就是有一个地毯啊，屏幕展现不了这个地毯的尺寸，我买的其实有点失败，
因为我没想到要买这么大的一个，但是它的质量我觉得还挺好，价格也挺合适，这个图案也非常的好看，有这种木盒的感觉。OK，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购物分享，希望大家看得开心，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